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当一个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超市选购一卷卫生纸时，都要反复比较价格，面对餐厅菜单时忍不住暗自叹气，这可远不只是钱不够花这么简单，这背后是加拿大40年来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偏差，终于将民生逼到了绝境。长久以来，加拿大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拥有高薪和高福利的移民天堂，然而如今很多人却只能苦笑着调侃，这里是3高1低，福利高，税收高，消费高，唯独收入低。2025年，加拿大的中产阶级陷入了迷茫。要知道，加拿大幅员辽阔，自然资源丰富，可为何捧着如此优越的条件，日子却越过越艰难呢？加拿大的经济真可谓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它坐拥全球顶尖的石油、矿产和农业资源，却仅仅扮演着原料搬运工的角色。原油开采出来后，低价卖给美国进行炼制，然后再以高价从美国买回。粮食种植出来大多直接出口，而本国超市里的面包、麦片等食品却因为层层的运输和加工环节，价格大幅上涨。多年来，加拿大似乎从未想过延长产业链，炼油厂老化却不进行新建，食品深加工能力严重不足，制造业更是逐年萎缩，能够提供的高薪岗位越来越少。中产阶级过去依靠工厂和技术谋生，如今却只能在竞争激烈的服务业中艰难求生，收入增长极为缓慢。更糟糕的是，政府的政策总是在瞎折腾。疫情期间，为了防止经济崩溃，政府大量印钞并发放补贴，导致物价飞速上涨。随后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，又匆忙将利率提高到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，使得房贷月供大幅增加。这哪里是经济调控，简直是先把中产阶级的钱包灌满水，再猛地拧干。加拿大的物价让人忧心忡忡，但这并非是超市的过错。从农产品的种植到摆上货架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高额的成本，而这些成本最终都由中产阶级来承担。加拿大的农场数量众多，但化肥和柴油都依赖进口，油价又被美国所控制，导致种地成本逐年攀升。农产品收获后，由于输油管道建设受阻，公路运输成本不断增加，这无疑进一步推高了物价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本地种植的土豆、西红柿等农产品，由于天气原因减产，价格甚至比进口的同类产品还要高，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。中间环节赚取了大部分利润，普通民众只能无奈地节衣缩食。过去，周末去餐厅用餐是一种放松的方式，而如今，对于有家庭的加拿大人来说，这逐渐成为了一种奢侈。这并非是餐厅故意涨价，而是餐厅老板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餐厅采购食材的成本上涨了 30%， 员工工资上涨了 20% 以上，房租更是逐年递增。尤其是市中心的店铺，不涨价根本无法维持运营，老板们左右为难，涨价担心顾客流失，不涨价则会亏本，只能硬着头皮提高价格，结果导致一份意面的价格比3年前贵了近一半。中产阶级的处境也十分艰难，尤其是那些需要买房贷款的人群。过去几年，由于利率的变化，房贷月供平均上涨了 10%到 20%。加拿大人的房贷大多采用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，这是当地最常见的房贷类型。办理这种房贷后，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房贷利率将被锁定，无论市场利率或加拿大国债收益率如何波动，借款人的还款利率都不会改变，每月的房贷本息还款额也保持固定，方便进行家庭预算规划。然而5年期满后，借款人需要与银行重新协商利率，并办理房贷续期手续。在5年前的疫情期间，例如2020年，当时的房贷利率非常低，可能只有 1% 到 2%， 而现在到期重新签订合同，却发现利率已经上涨到 4% 以上，利息翻了1倍，每月的月供上涨 15% 到 20% 是很常见的情况。由于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这种固定利率房贷，因此在需要续贷的人群中，近一半的人都感受到了到期利率暴涨的压力。近年来，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，使得普通工薪阶层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过去，他们每周都能和朋友聚会一次，现在却只能等到月底，而且还需要采用 AA 制。过去，点外卖时从不考虑配送费，现在甚至连小费都要仔细计算。渐渐的，餐厅的顾客越来越少，服务员纷纷失业，啤酒、饮料等商品的销售也受到了影响。可以看出，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，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民众。如今的中产阶级并非不努力，而是努力似乎没有了回报。自1976年以来，
加拿大人的实际中位数工资几乎没有变化，这种停滞状态已经持续了40年。在此期间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，但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。和大多数经济增长缓慢的发达国家一样，学历教育的回报率很低，高附加值的岗位数量有限，而且作为一个移民国家，不断有新移民涌入参与竞争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加拿大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，资本和企业利润大量流向海外，企业的利润没有留在本土用于提高员工工资和改善本国人民的福利，而是被跨国资本拿走，分散投资到其他地方。因此，即使加拿大本地员工受教育程度再高，工作再努力，也无法从企业的利润增长中获得实际的好处。除了经济压力，加拿大人还面临着养老焦虑。作为一个福利国家，大多数人原本期望退休后能够过上轻松的生活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。加拿大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主要由 CPP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 OAS 老年保障金组成，大多数人两者叠加，每月仅能获得1300到1500加元，约合5000到7000人民币。这笔钱在国内或许可以体面生活，但在加拿大，特别是在多伦多、温哥华等大城市，仅够支付房租、伙食等基本开销，几乎没有结余。如果只依靠政府的退休金，很难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，还需要搭配个人储蓄或商业保险，才能保障舒适的晚年。更让人担忧的是失业问题。如今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，即使找到了，也有可能随时被转为兼职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5年12月5日发布的2025年11月劳动力调查数据，尽管2025年11月失业率大幅降至 6.5%， 创下16个月以来的新低，但就业增长主要依靠兼职岗位支撑，当月兼职岗位净增 6.3万个，而全职岗位不仅没有增长，反而减少了 0.9万个。从全年趋势来看，11月全职岗位数量较去年同期仅微增 0.8%， 远低于兼职岗位 4.6% 的同比增幅，明显可以看出就业增长主要由兼职岗位拉动。此外，新增岗位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，该领域单月新增 4.6万个岗位，成为拉动就业的核心力量。因此，不仅国内失业的中产阶级纷纷加入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、家政、保姆等行业，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实际上，无论在哪个国家，普通人手中的储蓄都非常有限，一旦失业，可能连3个月都难以维持生计。渐渐的，人们不敢买车，不敢旅游，甚至只购买打折的衣服。这并非是他们不想消费，而是担心未来缺乏保障，只能尽可能的节省开支。这种不敢花、不敢动的生活状态，让很多人失去了信心。加拿大的经济问题并非无人知晓，但却难以得到解决，因为背后有太多既得利益者不想改。建设输油管道时，环保组织反对，地方政府相互推诿，导致项目一拖再拖，最终难以建成。想要发展制造业，可既得利益者通过出售资源就能轻松获利，谁愿意花费精力进行产业升级呢？想要为中产阶级减税，但高福利需要大量资金支持，政府只能选择增加税收或举债，最终还是中产阶级受到损失。可以看出，政策偏向有钱人，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中产阶级夹在中间，不断受到挤压。如今，央行表示，明年经济增长依然缓慢，物价仍将居高不下，中产阶级想要恢复以往的生活，至少还需要2-3年的时间。然而，在这2-3年里，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去呢？加拿大40年来最糟糕的经济状况，不仅仅体现在数字上的难看，更重要的是，普通人失去了生活的希望。中产阶级对生活的期待正在逐渐消失。过去，他们相信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，而现在，他们却觉得再努力也无济于事。这种心态的变化，比经济数据的下滑更加可怕。其实，大家的要求并不高，只是希望房贷压力能够小一些，孩子能够安心上学，医院看病不用排队，养老能够有更多的保障。华人的感知总是最为敏锐的。近年来，许多加拿大华人移民选择前往其他国家寻找新的生活，那些没有离开的人，心中也难免会有所动摇。美国、新西兰、爱尔兰以及具有气候优势的西班牙和马来西亚，成为了很多加拿大华人心中的下一个理想家园，而北美宁古塔则成为了他们对加拿大现状的无奈调侃。好了，关于这个话题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是元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